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2周前，我们做了一期节目，一位刑满释放的男子讲述他在监狱的真实经历。在做那期视频的时候，我就有2个疑问。第一个是关于名人以及明星他们在监狱里是否有优待。第二个呢是关于贪官，尤其是这个级别比较大的贪官他们在监狱里的待遇又是什么样的？那关于第一个疑问，像名人，比方说吴亦凡这种大汪也举例了，他举的是高晓松，就是高晓松他之前做过监狱嘛，出狱了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他在监狱里的生活，然后据高晓松所说他是没有什么优待的，就跟其他那些犯人都关在一起，就还挺朴实无华的吧。那么好，名人以及明星我知道了，可是我对贪官到底在监狱怎么样，还是一直非常的好奇。于是我就在网上搜索各种信息，然后就发现了一位律师，他是实名说的，而且呢，我根据他自己打的这个 title 以及他的名字去他们律所的官网上搜索，确实有这么一位律师，而且非常有经验，已经做到律所合伙人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他描写了北京从这个副局级一直到副部级的贪官在监狱里的生活以及待遇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就是贪官们在监狱里的日常生活。我首先要声明一点，我下面所讲的是北京市主要羁押的正局级以上至副部级贪官们的在监狱中的日常生活，因为它不代表广泛性、地区性、地域性，好吧？那么北京市羁押的正局级至副部级的监狱，有的对外是挂牌的，有的对外是不挂牌的。那么对内呢，一般称为留置场所或留置地，啊，这是对内称呼。那么这个留置地呢，一般的都具备服务部就是小超市啊，医务室、救护车啊，外保武警，内保呢一般是这个警察或武警。那么监区采取高科技的设备进行巡视，在这里羁押的人没有踩缝纫机的事儿，劳动也就是偶尔的扫扫院子、雪或者树叶或者积水。每星期都组织集体学习和听广播，对于餐食上严格的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房间呢，每人呢15米以下单独房间，有的是软包，有的是不是软包房间里呢有这个床床边有设有的呼叫铃凳子、桌子、洗浴用品厕所都具备。房间里设有无死角的探头，房间呢一般24小时呢是通亮的。那么在押犯人统一穿号服可以在房间内学习，但不能在床上，统一睡觉，统一起床。睡觉时是不可以蒙被的。在监督下集体一起洗澡一般都是1星期1次2次。早餐呢跟留置基本上都差不多一般的都是1个鸡蛋粥牛奶咸菜馒头、花卷等。中餐和晚餐呢都是1荤1素，1星期供应1次水果。那么生病的时候呢，可以申请自己喜欢的标号饭。这个生日有面条、小蛋糕或者说在服务区的小卖部，就是超市买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医护呢是24小时备勤的，对生病的患者是及时监督下药治疗或者指定医院就诊。对于长期有老年病者，根据不同情况，每日或择日量血压测血糖给予检查身体或者监督用药。放风呢就是上午1次，下午1次。放风人呢之间可以交流这个呢叫大大的区别留置留置的这个不可交流的情况。那么探视呢都没有具体规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具体安排。那么家属呢每个月呢可以给在押的贪腐官员们的饭卡里打钱，一般呢1000块钱2000块钱也就这样。
因为呢，一般的呢都是用不了多少钱啊。上面呢，我就是简单的说了说这正局级以上到副厅级以上的这个在监狱的日常生活，且是北京啊，在监狱里的日常生活。那么简单的说一下正厅级到副部级啊这一块与正局级到副厅级有什么不同？一个呢就是各种饮食类更多，品质会更高一点，这是第一。第二，除晚间统一睡觉外，房间呢一般呢是不上锁的，平时可以出房间在通道内啊，通道内踱步啊，溜溜弯踱踱步，也可以与其他的在押犯啊交流，或者与管教啊进行聊天啊，这是可以的。三呢就是一星期啊水果供2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穿号服啊，这一点跟局级到副厅级是不一样的。我说的这种监狱的生活，有人认为很高很舒适，我觉得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对犯了罪的问题官员，这种待遇是党的一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也绝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人或其他刑事犯罪能享受的这样待遇。我认为，这是我认为，当下服刑的正局级以上的问题官员，有的在文革末期拨乱反正，或改革开放初期，或国家经济腾飞等历史节点上或多或少是做出过贡献的。这一点不因为大背景下丧失廉洁而被全面的否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刚才讲述这段内容的李正律师。李正律师啊，来自于北京北斗鼎明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在中国法律界颇具声望的律师事务所哈。它创立于1993年，在中国创办最早、最具规模的一个综合的大型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这个律所啊，拥有包括近40名合伙人在内的专业法律服务人员200余人。李正律师呢，是2007年开始执业，他从事律师行业已经18年了，现在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了，也就是40位之一。在此之前呢，还在检察院反贪局工作过10年。从他的表述来看，他对这些高级别官员的监狱生活真的是有着相当详细的了解哈。对啊，原来他在反贪局工作过，怪不得对贪官颇为了解。对，这表明啊，他可能在职务犯罪案件的代理方面啊，也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还无法完全确认李正律师所描述的具体细节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只能说还是比较可靠的、靠谱的。李正律师描述的监狱生活，让一些网友就联想到一个颇为讽刺的一个现象，就这些高级别官员哈，你看在监狱中可能过上了比在职的时候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咱们分析一下刚才李正律师描述的这些监狱养生的具体表现。首先是规律的作息生活，统一起床，统一睡觉，这种规律的作息对身体健康确有好处啊。也没有那么多饭局酒局了，少喝酒，多喝茶。然后就是营养均衡的饮食，你看一荤一素的搭配，定期供应的水果，严格遵守饮食习惯，这比很多官员在职的时候那种大鱼大肉、觥筹交错要健康得多。还有24小时的医疗保障啊，专业的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定期体检，及时治疗，这种医疗保障水平可能比很多普通人，他自由的普通人享受的那种医疗水平还要好啊。那肯定的，而且你记得吗？我们2周前做那个中国监狱体系嘛，然后对比了中国的监狱和欧美的监狱，然后世界上最幸福的监狱大概就是北欧，像挪威那边的监狱。但我觉得可能比北欧的还是要差一点，毕竟北欧风景如画，然后看它的那个房间的布局更有点像一种疗养院的感觉哈。这个呢，毕竟还是一个监狱，当然了，这只是副部级以下的。李正律师他没有讲哈，大家可以充分想象一下。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还没有工作压力，没有繁重的公务，也不需要参加各种应酬，
也没有来自高层领导的责骂以及升职的这种压力，精神压力是比较小的。他们还有适度的体育锻炼，每天2次放风时间可以进行适当的身体活动啊。这种状况确实就导致了一种结果，就是这些官员们啊，在贪污犯罪之后，在监狱里那身体是更健康了，精神状态也更好了，延年益寿。所以你看前面李正律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没错呀，治病救人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的确是治病救人，大大延长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寿命。有一位网友啊就提出他的担忧，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些官员贪污犯罪了，但是在监狱中过得又这么规律，看起来又像养生一样，就还没有那些普通人监狱中那种可怕的牢头狱霸。那对于现在在职的这些官员的这种威慑力可能就降低了。估计有一些人就会想捞足了，哪怕就算万一进去了，那也是另一种活法。不过如此嘛，住个疗养院是吧？可能还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吧？然后熬他10几年出来，然后之前呢，有一些人肯定是早早就把一些财产转移到海外去了，那他们这些没有被追缴到的财富，可能就够他们安享晚年，而且不止可能他们的子孙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于那些糊涂的在职官员、不负责任的在职官员来说，好像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李正律师在视频中就提到说，这些高级别官员享受这种特殊一点的待遇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官员在之前他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那是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特殊待遇就引发了评论区一些网友的质疑。这些网友认为，法律面前首先它应该是人人平等，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无论一个人过去做出多大贡献，在他触犯法律的那一刻，他就应该和其他的犯罪者接受同样的法律制裁。法律不应该因为某人的社会地位或者历史功绩而区别对待，这种功过相抵的逻辑不太合理。如果接受这种逻辑，那么是否意味着贡献越大的人可以犯更大的罪吗？这显然是荒谬的。其次从威慑的角度看，就是有些官员，就是这些糊涂的官员，他们一想，如果即使犯罪了，也能够和普通人的监狱不一样，也相对舒适，还能有单间那这就可能会削弱法律的震慑作用了。反腐败的斗争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有腐败念头的官员们知道嘛，一旦违法，必将付出沉重代价。所以这个威慑作用应该想办法再提高一下。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普通民众一看到，高官他即使犯罪也能小升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有点容易产生官民有别的不公平感。那咱们就来对比看一看西方国家的这个公务员职务犯罪这个监狱待遇是怎样的。在美国监狱系统按照安全级别来分类，从最低安全级别到超高安全级别不等。犯罪的公职人员通常根据他犯罪的性质和危险程度被分配到相应级别的监狱，而不是根据他过去的职务高低来决定他的待遇。美国的监狱系统更注重的是犯罪行为本身的这个严重程度，而不是犯罪者的社会地位。在欧洲国家呢，比如德国和法国也采用了类似的原则就是监狱条件的这个差异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和改造的需要，而不是基于犯罪者的这个社会地位。这些国家的监狱系统虽然也会考虑人道主义原则，但这种人道主义原则是普遍适用，而不是针对特定群体，就大家都一样。需要注意的是这美国的监狱系统我在上一期节目讲过，它本身就有很多的问题，包括私营监狱的这种盈利的属性、种族歧视等等但即便在这样的系统之下它也没有专门为公职人员设立一个特殊的优待的一个监狱。这种对比呢，就能看出这中国基于职务差别的这种差异化的监狱待遇在国际上其实并不常见。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贪污金额和刑期的关系。根据中国的相关司法解释，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标准是这样的对于贪污1000万左右的案件，属于这种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形，一般就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贪污接近1个亿的案件，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通常会面临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判决。在实际执行中，死刑的判决会相对较少，多数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长期的有期徒刑。即便被判死刑的，也基本都会有缓刑，缓刑之后就会减刑改成无期。比如我举几个判例。原江苏省建设厅的厅长徐其耀，他查实的贪污数额是827万，判决结果是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案，这个案子比较有名了，贪污数额是3558万，
判决结果呢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这也是一个有名的案子，贪污数额是6460万。判决结果是死刑，缓刑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然，这些官员啊，往往都会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一定的减刑，往往都是这样。例如，从死刑可能会改判为无期，从无期改判为有期。但这里存在一个隐忧啊，就是一些贪官在案发之前就已经将一些赃款转移到了海外，或者通过各种方式隐藏起来。即使被判刑，他们的家属啊仍然能够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就说如果一个官员他贪污了几千万甚至上亿或者十几亿，即便被判处了15到20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在这么一个相对还算舒适的一个监狱环境中，这么休养了10几年之后出狱的时候，不仅身体健康，之后还能享受之前转移的巨额财产。有网友就指出啊，这可能是不是一种漏洞呢？那这个犯罪的收益感觉有点大于这个成本呢。那关于这个李正律师描述的这段视频，大家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